最近印度是真的被吓到了，一句恒河以北划归中国，就让对天对地对排气管的印度人无言以对。这事儿的杀伤力约等于你跟别人吵架，对方直接把你家祖屋的合法性给变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釜底抽薪，降维打击。印度估计是得了不提麦克马洪线会死的病，只要有机会就会追着咱家的学者们一顿输出，反反复复就念叨那条所谓的边界线。咱高教授估计是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寻思着你跟我扯法律，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耍流氓，那我就教你什么是国际巨魔的艺术。于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慢悠悠地抛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王炸。既然100多年前殖民者喝着下午茶，随手在地图上画条线都能被你们当成圣旨，那咱们按这个逻辑来掰扯掰扯，从历史、地理、人文甚至水文的角度看，恒河以北那割的划归给中国是不是更合理更讲道理啊？那边全球的舆论场直接就炸成了一锅绚烂的烟花，这条被全球网友亲切地称为高志凯线的虚拟边界就这么横空出世，成了一把插在印度心窝子上的逻辑之剑。要搞明白三哥为啥当场破防，就得先扒一扒他们奉为圭臬的麦克马洪线是个什么货色。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搅屎棍殖民时代的一笔糊涂账。时间拉回到1914年，当时的英国人趁着我们国家内部一团乱麻搞了个小动作，他们绕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威逼利诱西藏的地方代表私底下签了个东西，单方面大笔一挥，就把咱们藏难9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划进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这根本不是划界，这是赤裸裸的抢劫。中国历届政府从北洋到新中国，谁都没承认过这张废纸。更有趣的是，连英国人自己都心虚，在自家的外交部档案里给这条线标注了2个字：无效。你说搞不搞笑？贼喊捉贼，结果自家账本上写着此物乃偷来。印度独立后高举反殖民大旗，把自己打扮成第3世界的领头羊，结果呢，身体却很诚实，把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这套赃物，包括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封不动的全盘继承了。一边骂着殖民主义，一边把殖民者画下的抢劫线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依据，这精神分裂程度堪称世界奇观。他们不仅继承，还发扬光大，持续在咱们的藏南地区搞切香肠战术，又是移民渗透，又是军事蚕食，想把非法占有变成既定事实。所以你看，当印度外交部煞有介事的炒作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我们的藏南地区时，他们脚下的地基早就被自己依赖的殖民逻辑给腐蚀透了。他们等于是在一艘叫殖民主义的破船上指责别人不遵守航海规则。高教授这招恒河以北看似是天外飞仙，实则是点中了印度的死穴。这一招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包含了3重战略破局的降龙18掌。高教授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 OK， 你们不是认殖民逻辑吗？行，咱们就按这个玩。如果英国人画的线算数，那我们基于更硬核的历史和地理提出的恒河线就更应该成立。讲历史，唐朝的王玄策一人灭一国，借兵横扫恒河流域，元朝忽必烈的军队兵临德里，明朝郑和的无敌舰队接受过恒河沿岸国家的朝贡，咱们的历史羁绊可比你那张英国草纸深厚多了。讲地理，恒河的源头在咱们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水龙头可牢牢攥在我们手里。你说这逻辑是不是无懈可击？这一招直接把博弈的格局给掀了。原本印度想把焦点局限在藏南那小块地方，跟我们玩寸土必争的把戏，结果高教授直接把议题拉高到清算整个殖民体系的层面，这下印度就陷入了绝境。你要是承认殖民划界是非法的，那你对藏南的主张就当场作废；你要是死抱着殖民遗产不放，那就得接受我们提出的基于同样逻辑但更具合理性的对等主张。这就是典型的降你一军。而且恒河那可是印度的母亲，和覆盖了全国40%人口的用水，而这条命脉的水源开关有相当一部分在咱们手上，这就特别讽刺了。印度为了制裁巴基斯坦，曾经切断过人家的水源，导致巴方70%的农田干旱。轮到我们依法依规在自家地盘上建个水电站，他又跳出来指责我们威胁他的水安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逻辑，在高教授的恒河线面前显得格外苍白可笑。高志凯线的威力绝不仅仅是让印度下不来台，它更像一颗思想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一场关于历史正义和国际规则的大讨论。有必要重新审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谎言说了100遍也变不成真理。而印度的反应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外强中干。印度官方媒体掐直播，民间键盘侠集体破防，在网上歇斯底里地指责我们搞文化侵略，仿佛我们真的要派人去治理恒河了一样。说到治理恒河，那又是另一个槽点了。如今的恒河日军接收13亿升的毒废水，河面上飘着垃圾和各种不可名言之物，堪称元素周期表之河，以至于我们有些网友都忍不住调侃，别啊，千万别划过来，不然我们还得花钱帮你治理。不过要是真归我们管，估计3个月就能让它清澈见底。
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也戳中了印度治理能力低下的痛点。高教授的文斗之所以这么有底气，背后是我们强大的武备在撑腰。歼20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巡航，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水电站群拔地而起，直达时空线的边境，公路网越织越密。我们不仅有能力在谈判桌上跟你讲道理，更有能力把谈判桌直接搬到恒河岸边。说到底，高制凯线的真正价值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要去索取恒河以北的土地，它像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了印度对殖民遗产的畸形依赖和我们从被动接招到主动出牌的战略自信。早在1988年，邓公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地理上看，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嘛。这其中的哲学与高制凯线一脉相承，都是用对方的逻辑来解构对方的谬论。当印度还在抱着殖民者留下来的破尺子，小心翼翼地丈量自己虚幻的大国尊严时，我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版图。真正的强大，不是靠继承别人的遗产，更不是靠领土的扩张，而是靠文明范式的革新，靠彻底否定强权及真理的强盗逻辑、历史的正义和文明的认同，最终会像潮水一样淹没那些早已腐朽的边界神话。高制凯线就是我们为埋葬的那个旧时代挖下的第一锹土。至于印度，估计还得在原地破防好一阵子呢。印度又转变方向了。时隔5年，印度国防部部长访华，就在前不久上合组织开大会，大家伙儿商量着一起谴责一下以色列空袭伊朗大使馆这事儿。这本是组织内部的常规操作，结果你猜怎么着？印度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脖子一梗，双手一摊，这事儿我没参与，你们聊，我先走一步。那撇清关系的速度比博尔特冲刺还快，生怕沾上一点麻烦。这副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的傲娇模样还言犹在耳。结果呢，短短几个礼拜画风突变，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时隔5年出访东方，出席上合防长会议，那场面那叫一个热情洋溢，还主动要求重启冻结了好几年的中印军事对话。这操作666，前脚还在群里拆台退群，后脚就跑来给群主刷火箭。这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是幡然醒悟，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是又一轮反复横跳的常规热身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印度终于发现了，我好像没那么牛叉啊。印巴冲突这一巴掌扇的那叫一个响亮，直接把新德里从世界大国的迷梦中给扇醒了。印度军方高层估计是连夜开会，捶胸顿足，终于意识到光靠买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人家卖给你的永远是落后一代的清仓甩卖款。想当真正的王者，还得自己有技术，能造血。军事上被打脸，那咱就在高科技领域找回场子。于是乎，在莫迪印度制造的嘹亮口号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炼芯片运动开始了。印度高调宣布，我们要造出纯国产的28纳米芯片。然而所谓的纯国产神话瞬间变成了一个全球代工缝合怪的喜剧。你猜怎么着？设计软件，不好意思，是美国 Synopsys 公司的；制造设备呢，是荷兰 ASML 淘汰下来的二手光刻机，硅晶圆材料那得漂洋过海从日本进口。这操作就好比你说要亲手给女朋友做一顿爱心晚餐，结果米是楼下借的，菜是外卖点的，锅是邻居家偷的，最后就出了个碗，还骄傲地宣称，你看这饭是我做的。更搞笑的还在后头，莫迪还在为他的芯片神话沾沾自喜时，前线传来噩耗，古吉拉特邦的芯片测试场因为电压不稳，跟放鞭炮似的烧了3台宝贵的二手光刻机，最后好不容易捣鼓出来的28纳米芯片良品率只有可怜的 52%。 台积电用同样的工艺良品率奔着 95% 去了，你这 52% 基本上就是生产2片扔掉1片，属于是一半靠制造一半靠天意的玄学水平。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良品250，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这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什么叫重在参与。如果说军事和科技上的挫败是面子问题，那经济上的困境可就真是要命的里子问题了。咱们这边一看印度这么跳，也没惯着，一纸稀土出口管制令直接掐住了印度高科技产业的命运后颈皮。要知道，从手机、电动车到导弹都离不开现代工业的维生素稀土，咱们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精炼冶炼技术。这一下印度可傻眼了，国内那些高科技企业瞬间瘫痪，生产线成了摆设，老板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联名上书，大哥别硬刚了，赶紧去谈吧，再刚下去我们就得集体喝西北风了。最讽刺的是，印度自己也有稀土矿，但没技术提炼，只能先把宝贵的矿产原料低价卖给咱们，我们提炼成高性能磁铁等高附加值产品后，他们再哭着喊着花大价钱买回去，外部被人卡脖子，内部的基础设施更是烂得一塌糊涂。印度铁路那可是个神奇的存在，印度官方数据显示 38% 的货车车厢刹车系统有毛病，从2019年到2024年，一趟开往孟买的特快列车平均晚点时间从17分钟飙升到了53分钟，这效率再次666。港口也一个德行，集装箱滞留时间长达 7.8 天，急得韩国浦项制铁直接暂停了22亿美元的钢铁厂投资计划，估计是怕刚才运进去产品800年运不出来。这时候莫迪政府还在骄傲地宣布，我们的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4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升反降。这就像一个胖子体重是上去了，但全是虚肉，
一戳就倒，连跑个步都喘。这种总量光环根本掩盖不了基础薄弱、结构畸形的现实。面对国内这一地鸡毛，印度在国际上玩起了他最擅长的骑墙术，也就是多方下注，谁也不得罪，谁都想捞好处的策略。对美国是各种献媚，哭着喊着要买 F-35，摆出一副我是你最忠诚的亚洲小弟的姿态。对俄罗斯则是背地里暗送秋波，顶着西方压力大买特买人家的打折石油，嘴上说着我们的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对东方，这不一看稀土被卡了，赶紧又跑来抛橄榄枝，聊合作要对话。本以为自己是时间管理大师，能在各大巨头之间游刃有余，结果呢，现实教做人。特朗普那边立马就挥舞起关税大棒，威胁要对印度的数码服务税搞301调查。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前，只通知了铁杆小弟英国，把印度晾在一边，这让印度彻底看清了，在大哥眼里，你顶多算个付费会员，远不是核心群里的家人。所谓的盟友，不过是实用主义的棋子罢了。更让印度脊背发凉的是来自科技霸权的警告。美国媒体毫不客气地揭露，你那个国产芯片项目70%的钱都是日本软银和国际贷款，命脉攥在别人手里。美国掌握着你科技的钥匙，只要华盛顿不点头，苹果、高通的芯片订单永远别想流进你的工厂。绕了一大圈，我们终于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印度这次是真心想浪子回头吗？从经济上看，中印合作又是那么的真香。2024年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印双边贸易额居然逆势上扬，冲到了1362亿美元的新高，再次反超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70%的原料药，80%的智能手机组件都得从咱们这儿进口，这条经济血脉早就把你我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历史给印度出了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是继续在四方安全对话和上合组织之间玩精神分裂，搞得自己像个双面间谍，还是真正沉下心来把花在对峙上的天文数字军费拿去修那破旧的铁路，提升一下那感人的芯片良品率，真正为10几亿老百姓的民生做点实事呢？辛格访这次访问或许是一个信号，但龙象共舞这支舞跳起来可不容易。他需要的不是在外交舞台上表演烟花般绚烂的变脸绝技，而是莫迪和他的团队能否真正领悟，一个大国的崛起最终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战报和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芯片良品率，是准时到站的火车，是能自己掌握在手里的稀土精炼技术。毕竟在未来世界的牌桌上机会很多，但留给骑墙派和表演艺术家的座位可能真的不多了。下一个10年属于脚踏实地的人。马斯克体验了中国速度后，再去体验德国速度，崩溃的都要告御状了。要说这事还真怪我们中国给了他一个王炸的开局。2018年5月，马斯克来到中国上海，想利用传说中的中国速度来建设自己第一座海外工厂，扩大产能。短短2个月的时间，马斯克就与上海市政府达成了合作意向。10月份土地出让协议正式签署后，这让马斯克对中国速度彻底惊得目瞪口呆。12月份拿到手续后，施工单位进场，到2019年11月，特斯拉上海工厂全部完工，设备也全部到位。调试1个月后，这座超级工厂开始疯狂运转，从协议签订到正式运营仅用了1年时间。其实全部的工期仅为10个月，这远远低于马斯克2年的工期计划，这让他惊掉了下巴。高兴之余，还在交付仪式上跳了一段魔性的舞蹈庆祝。有了上海这座超级工厂的加持，马斯克也迎来了改命之年。直到帮助马斯克完成世界首富的使命，这人要是尝到甜头之后，肯定是要复制成功的经验。马斯克想在中国建厂都这样了，那我去汽车之父的德国，那岂不是要上天呢？2019年，马斯克就到了德国东部的勃兰登堡州，州长听说他来投资，还为他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大手一挥，直接批给了马斯克5000亩的土地，还附带赠送了当地最好的施工团队。州长拍着胸脯向马斯克说，我们德国比中国强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几个星期就能把工厂给你建好。马斯克听到这般信心十足的话语，更加确信自己来对了地方。殊不知这是马斯克噩梦的开始。拿到土地的第一步是要做土地平整，这就要将土地上方的人工种植的经济林给砍掉。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波环保人士抗议，将特斯拉告上法庭，称哪怕是经济林也是森林，砍伐森林那就等同于要我们这些人的命。经过反复协商，特斯拉承诺会在其他地方种上3倍的树来补偿，总算是解决了经济林的问题。这时当地居民经过周密的计算发现，这个超级工厂每年会消耗360万方的水，这占当地水厂供应量的30%。这次俺们不仅要告你，还要示威游行。特斯拉又聘请了一群专业人士研究用水量，调查发现自己工厂的员工有 1.2 万人，而当地居民仅有 0.87 万，他们占了 70%。自己 1.2 万的人用 30% 的水似乎并不过分。为此，特斯拉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长达4000页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用水量是合理的，并提出了节水措施，将自己的用水量压缩至 20%。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环保人士在树林中发现了蝙蝠，这可是蝙蝠的栖息地。而到了2020年4月，
整整5个月的时间，这块土地连10%的工程量都没完成。然后德国其他部门也轮番上场，农业部要求特斯拉施工时必须使用特定的环保的材料才能施工。特斯拉花了1个月时间提交了多种方案才满足农业部的施工要求。然后是环保部门，环保部认为打桩机的噪音会影响途经此地火车上的人的休息，因此特斯拉必须提供安全的施工方案并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施工，这又花了个把月的时间。还有其他的林林种种五花八门的各种施工许可，特斯拉都需要满足这些神仙的要求，否则工程就进行不下去。光是满足德国政府各部门的要求，材料都打印了23000多份，气得马斯克在网上吐槽。德国记者采访马斯克对德国速度怎么看？ I think there could be less bureaucracy. That would be better. 就这样缠缠绵绵飞到了2020年12月份，特斯拉依然没有拿到整体工厂的施工许可。结果当地环保人士又发现这片土地上的蛇在冬眠，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你们竟然为了建一个破工厂打扰蛇大人的休息，那你们必须提供施工不影响蛇大人冬眠的证明。然后当地法院给特斯拉下达了施工禁令，马斯克得知后高兴的差点抽了过去，赶紧下达指令伐木。结果在2021年4月，水务部门发现他们私自安装水龙头，工程被叫停整改。5月监管机构发现他们的电池生产线的施工许可证中少了生产动力电池的许可，停工去申请。6月环保组织抗议，怀疑他们施工中的电焊和燃气罐会释放有毒气体，要求特斯拉必须停工整改并做出解释说明等等，基本属于1月1停工。从2019年11月拿地到2021年年底，别说竣工了，就连基本正式的施工许可证都没拿到，自己偷偷摸摸的搞了一些小工程，还都是一个空空的外壳，里面什么都没有。马斯克也找到了当地政府，想要简化审核流程，还询问道能不能像中国那样的审核速度。这好像扎中了德国政府的软肋，直接回怼道：这里是德国，不是中国，在这里你必须按照德国速度来办。经过了长达2年半的工期，特斯拉德国工厂终于在2023年3月投入生产，这比预期整整晚了8个月。哪怕正式投产之后，马斯克的宿敌环保人士依然未撤离，时不时来个门口集合示威，而德国工人也十分不靠谱，许多人去请病假，一请就是半年。这些人请病假的理由是自己没有工作的心情，并且时常向监管部门投诉说一天干8个小时实在太累，要求更改为每天工作5个小时，上4休3。马斯克前后开除了200-300摸鱼不工作的人，这让这座工厂原定计划每周5000辆的产能，现在勉强达到了2000辆，不及上海的1/10。之后马斯克又在其他国家相继建设了超级工厂，马斯克再也没有复制到中国的速度。